这是一台正在运行的计算机，一种使用电子电路进行数学计算的复杂机器。现在屏幕上显示的结果，便是它经过计算后的由数值组成的图像。为了让这个虚拟的世界运转起来，数以亿计的电子元件正在高速运转，而指挥这些电子元件有序运动的，并不是什么复杂庞大的道具，仅仅只是一串简单的指令。确实，一系列文本的组合便可以让这个虚拟的世界运转起来，而这些文本便是我们所说的计算机程序。所以，究竟什么才是程序？又该如何理解程序？这便是我的回答。首先，我们来聊聊程序到底是什么，如何定义程序呢？显而易见的是，程序可以是一段文字，比如源代码或者是阿金之代码。但这些代码就等于程序本身吗？我觉得不是。仔细想一想，我们的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由程序控制的机器，比如汽车、机器人、电脑，但仅此而已吗？人体其实也算是一种生物机器，构成人体的细胞也是机器，是一种由复杂的化学反应驱动的纳米机器。更进一步的说，社会和社区本质上也是由规则和法律驱动的巨型机器，而所有这些机器都由一套特定的规则去控制，也就是某种形式的程序。看到了吗？程序其实无处不在。你炒了一盘青椒肉丝，可以算是执行了菜谱上的一道程序。汽车在马路上行驶，要遵守交通规则，这些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也可以算是一种程序。婚礼总是按照固定的流程进行，是不是像极了某种程序的进行？生命和细胞的生长与分裂，更是遵循着基因的密码来的，这是典型的程序。当然了，还有我们熟悉的计算机程序。这些程序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文字、规则、编码，甚至是 DNA。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由一系列指令组成的，目的是控制某个机器，无论是真实存在还是抽象的，去执行一系列动作，最终达成目标。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程序的定义：程序是一种为特定目标而设计，在特定的条件下被触发，用来引导某个对象完成某项具体任务的一系列基本指令构成的有序序列。和自然演化中的程序不一样，我们人类设计的每一个程序都是为了明确地解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小到怎么计算两个数的和，大到怎么管理全球的供应链。工程师和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高效、可复用、可扩展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而程序就是这样一种工具。那程序的核心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是标准化问题的解决方式。一个好的程序能够标准化处理问题的流程，也就是说，无论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遇到相同的问题，都可以按照相同的规则来解决。就像法律体系，它确保法律案件可以按照既定的法律流程，避免了随意性。又比如各种计算机软件库，通过代码实现了规范化的操作，比如计算、存储、网络通信等，这些行为也因此变得可预测、可复用。其次，提升效率，减少人为干预。很多事情如果完全靠人工处理，不但效率低下，还容易出错。举个例子，传统的记账需要手动计算，而会计软件可以自动处理，不仅提高了准确率，还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再比如自动化驾驶程序，它的反应速度比人类更快，从而提升了行车安全。程序不只是帮我们解决问题，它还让整个过程变得更快、更可靠。然后是处理复杂问题，提高可扩展性。有些问题不是是或者不是这么简单，而是涉及了大量的变量和复杂的条件。像现代企业的库存管理，涉及到供应商、仓库、销售等多个环节，靠人工几乎无法高效的处理。这时候 ERP 软件就能发挥作用，它可以管理这些复杂的变量。再比如搜索引擎，每天要处理全球范围内海量的网页，只有高效的算法和程序才能在几毫秒内给出精准的搜索结果。程序本身的逻辑结构和计算能力，让它可以高效地处理复杂的逻辑和数据流，这是人工方式很难做到的。而且程序还可以设计成模块化的，这样它就具备了良好的可扩展性，能够灵活地应对高度变化的需求。
最后一点是适应不同需求，提供可复用的解决方案。好的程序还应该具备可复用性，能够在不同的场景下应用。比如 C++ 里的 sort 排序函数，它可以对各种类型的数据进行排序。再比如流水线的软件，不管是用于汽车、电子产品还是食品加工，都可以灵活搭配。这种模块化的可复用的设计理念，让程序具备了强大的通用性。当然，程序也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局限性。它不能自己改进，一个程序通常只适用于特定场景，别指望它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面对突发的边缘情况，程序可能会失效，因为它不是为这些情况而设计的。还有，程序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果设计的不好，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依然离不开工程师、程序员、法律制定者等等专业人士，需要他们不断设计出新的程序和解决方案。总的来说，无论是法律、商业还是科技领域，程序的核心目标都是为了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提供高效、可重复、可扩展的解决方案。程序不仅是一种工具，它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帮助我们设计出复杂的系统。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而且有不少已经被概括成了一些通用的方法论。比如一个最经典的方法论 3W1H What, Why, Who, and How。 What 是对问题本身的描述，定义了问题的范围和目标。 Why 是对问题原因的分析，找出问题的根源。 Who 是确定任务的执行者。 How 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是前文所说的程序了。很显然，通常来说，程序只会关注怎么做，然而这并不代表前面的 3W 并不重要。相反，一个好的程序往往是充分理解了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设计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就以一个实际的软件开发项目为例，在项目正式进入开发阶段之前，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其中需求分析是相当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两个环节的结果直接决定了项目的目标和方向，这样才能更好地设计出一个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项目的成败，是位于首位的 What。项目调研则是为了了解用户的需求以及市场的情况，这样才能设计出一个更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对应在 3W1H 中，这就是产品可以带给社会和用户的意义，也就是 Why。 系统架构设计确定系统边界，便是对 Who 的解答。再往后的程序设计环节则是最后的 How， 也就是实现这个产品，或者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完成了这些基础的设计、策划、调查等一系列工作之后，才能进入程序的设计和实现阶段。如果让我说 3W1H 中哪个步骤最重要，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 What。 所以一个软件产品最终呈现的效果，往往就决定于前期的这些工作是否做得充分和完善。如果程序的设计目标不明确，即使堆再多华丽的设计范式，最终也只是 piece of shit。因此，遇到项目问题时，不去做分析，直接上手撸代码，或者无脑 Ctrl+CV 是最不可取的，通常会导致项目质量低下，后期问题频出。程序代码是用人类可读的语言编写的一系列指令，是用于描述程序逻辑的文本。这种典型的格式，目的是为了编译出计算机程序。这是通常对程序代码的定义。仔细斟酌这个定义本身，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在理解什么是程序这个问题上的一个误区。程序代码并不是程序，它只是程序的一种描述形式。就如图莎士比亚全集有英文版、中文版、法文版等不同版本一样，这些不同版本都是莎士比亚全集，只是使用了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同样，程序代码也是一样，它只是程序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程序的载体。通常我们所说的 C++、Java、Python 等编程语言，只是其中一种编程语言，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在不同的编程语言之间有不同的应用领域和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因此，在学习编程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关注于学习某种编程语言的语法和规则，而是要理解程序的本质，学会如何理解问题，如何设计程序，如何实现程序，这样无论学习什么编程语言都能够游刃有余。对于程序有没有高级低级之分这个问题的回答，简而言之，没有。但是描述程序代码的语言有高级和低级之分，
正如前文所述，程序本质上是一串由基本指令构成的有序序列，而这些基本指令构成的集合，对于一个特定的执行主体来说总是有限的。因为为了能够执行基本指令，执行主体需要特定的硬件结构来解读这些指令。因此，一个执行主体能够解读和执行的基本指令的集合，通常在其出厂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显而易见的，一个程序必然只能用于特定的执行主体。当然，确实有一种程序可以运行在不同的架构上，或者同一台设备可以运行不同架构的程序，但它通常只是采用了一种可以使后设计的指令集完全包含之前的指令集的设计，或是在程序执行前，通过专门的程序或者硬件结构对程序执行了转译而做的兼容性设计而已。在更常见的情况下，程序总是特定于某个架构的，或者说与某一种执行主体相绑定。部分架构可能会为某一类操作提供专门的硬件，并提供专门的指令，因此在特定的领域中，这类程序的效率会显著高于其他架构的程序，但这并不是作为高级的评判标准。毕竟，程序是特定于某一目的的，如果不指定某一任务，就没有可以比较的指标。然而，一旦制定了某一单一的任务，评判的标准又失去了泛用性，甚至就不再公平，因此会变得毫无意义。所以说，程序没有高级与低级之分。但对于编程语言来说，情况会稍有不同。代码是用于描述程序逻辑的文本，它的设计目的之一就是使程序可读。然而，事实上，人类的大脑对信息的处理能力，特别是逻辑处理能力是相当羸弱的。通常来说，人在工作时的短时记忆通常不能记住超过7个元素的复杂概念，因此，除非已经特别熟练或者相当有天赋，一般人不可能理解与编写复杂的程序。因此，为了辅助理解和编写，代码语言通常会对部分概念和元素进行抽象，隐藏底层细节，以便工作者专注于当前的任务。是的，是否存在抽象概念是高级语言与低级语言的分水岭。当然，对概念的抽象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抽象方式造就了不同的编程范式，以及不同范式为主的编程语言。此外，对概念的抽象是可以多次进行的。某一个抽象概念可能是另一个抽象概念的组成部分，并被那个概念隐藏了其存在。在抽象概念中，也可能嵌套有更多的抽象概念，不断展开这些概念，这些抽象元素共同构成了一套树状的结构图，这便是程序员可以理解一个复杂程序的关键。因此，一个好的程序，特别是易于理解、方便维护的程序，通常是树状结构，且各部分有着良好的局部性。以整体的视角看去，程序的结构清晰，非常容易理解；而以局部的视角看去，每一个部分又相互解耦，修改和维护十分方便。所以说，程序既是顺序的，也是树状的。不过，程序本身虽然不区分高级和低级，但是确实是有好坏之分的。好的程序有着更好的性能，比如使用了更好的算法，调用了专门的硬件，或者针对多处理器、多节点进行了优化，或者利用了局部性原理优化了处理器的缓存等等不同的方式来尽可能压榨硬件的性能极限。因此，好的程序在执行时间、资源占用等性能指标上要远远高于其他功能相同的程序。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前面我们提到，抽象是高级语言与低级语言的分水岭。实际上，对于整个计算机科学来说，抽象就是其研究的重点之一。抽象可以简化复杂的问题，使得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和解决问题。抽象的关键在于隐藏了不必要的细节，只保留了必要的信息。这使得一个庞大的概念可以被一个单一的符号所表示，大大简化了我们在分析和理解问题时的大脑负担。在进行程序设计时，通常会参考一些设计模式和代码范式，这些模式和范式都是基于抽象的思想。不同的范式便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程序进行解构和抽象。由于思考的角度不同，这导致了对程序的理解和实现方式也不同，这使得不同的范式有着不同的适用场景和优缺点。例如，面向过程的编程范式强调的是程序的执行过程，它将程序解构为状态和过程两个部分。这种思维方式更侧重于对系统状态变化的控制，因此，状态是面向过程编程的核心概念，而抽象则体现在面向过程范式对过程的抽象上，即将复杂的过程分解为单个简单的过程，
并根据状态转移的需要，将这些简单的过程逐一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程序。这种对过程的精准把控，使得面向过程范式特别适合于对状态敏感的系统，例如嵌入式系统、操作系统、硬件驱动程序、控制系统等。而面向对象的编程范式则强调的是对数据的抽象，数据被分装为类和对象，而对象的行为则由方法来定义。就像工厂可以用一套汽车零件拼装出一辆汽车一样，类同样可以组合出更复杂的类，不断重复这个组装的过程，便可以得到一个复杂的系统。面向对象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封装的过程中，程序的副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特别是在大型系统中，面向对象的编程范式通常只需要关注类自身的变化，从而解构复杂的系统，大大简化了对系统的理解和维护。因此，面向对象的编程范式通常适用于大型系统的开发，这也是最常见的编程范式之一。函数式编程则在副作用的控制上更进一步，这种范式完全抛弃了状态这种概念，它借助高阶函数、闭包等概念，通过一种类似于声明式编程的方式，将数据的映射方式描述出来，而且完全不需要关注实际的计算过程，因此很适合数据处理和科学计算等领域。声明式编程如 Docker、HTML、CSS 等，则通过简洁明确的语法直接描述任务本身，而非任务的实现过程，这大大简化了实现的复杂度，但带来的却是性能的损失和灵活性降低，因此一般只适用于特定的领域。事件驱动编程则通过模糊程序的执行流程，在人机交互系统和并发服务程序等不确定性较高的场景中发光发热。本期的最后，我们探讨一下一个合格的程序应该包含哪些内容。还是以之前的那些怪例子为例，先看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交易合同，其中一定含有很多这样的句式：甲方应当在某某时间内向乙方支付某某金额的贷款。这句话可以分解成这样的3个部分：甲方，也就是贷款的主体、执行者，应当在某某时间段内，是条款的条件，也就是执行的时机，更准确的说是约束条件。向乙方支付某某金额的贷款是条款的内容，也就是执行的内容，也就是程序的逻辑。这样我们可以得到程序需要包含其中的3个要素：主体、条件以及内容。再看一下青椒炒肉的例子，我们通常能在菜谱中找到这样的句式：将肉片下锅，反复翻炒，直到翻炒至金黄色。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一个未曾发现的要素：金黄色，它是参与者，也就是我们这里的肉片的状态，并且这个状态在炒菜的过程中是会发生变化的。实际上，程序中动作的主要目的就是改变参与者的状态，这也是程序流程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还有其他的吗？思考这样的一个场景：张三和李四结婚，2个人都已经站在了舞台的2侧，就等双方家长就座。但此时张三的父亲还堵在5环之外，不在现场。请问现在该怎么办？或者张三在给李四炒青椒肉丝，但肉片已经下锅，张三发现冰箱里没有青椒了，这时该怎么处理？还有张三在建筑工地的吊塔上工作，钢筋板材已经吊到了半空中，但是此时突然刮起了大风，又该怎么办？很显然，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因为环境的变化，也可能是因为数据的不合法，还可能因为程序本身的错误。因此，程序需要处理这些问题，这就是程序的异常处理。异常是程序执行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在这些特殊情况发生时，程序需要做出相应的处理，以保证回归到正常的执行状态。当然，异常处理不要求程序一定会回到执行状态，有时候也可以是可靠的停止程序的运行，以避免更严重的损失，比如前面提到的吊钢筋。综上所述，一个完整的程序应该包含如下内容：主体、条件、内容、状态、异常处理。对了，还有程序的结果。这些内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程序。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这里是新人 UP 主鬼明，一个想要成为顶尖架构师的程序员。这是我的第1期视频，也是我的 C++ 编程设计课程系列的第1期。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我会和大家分享我对编程设计的理解和经验。
这些内容可能和其他编程课程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也可能完全不会帮助你通过专业课的考试，但是我有信心可以讲出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也能为各位带来一些新的思路和灵感。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请不要吝啬你的3连和关注，各位的鼓励便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